所有人都教你要敢于冒险，但没人告诉你，真正的富人从不在粮仓见底时庆祝米价的下跌。国际油价这个全球经济跳动的脉搏，刚经历了一场极大幅度的下调。根据相关市场数据，目前的价格不仅跌回了这场中东冲突爆发之前的水平，美国原油甚至一度跌破了$70一桶。为了让大家对这背后的残酷有更直观的体会，我们不妨把时间线稍微往前拨一点。就在几个星期前，当中东的硝烟最为弥漫，局势最为剑拔弩张之时，市场的情绪如同被点燃的火药桶，国际原油价格一路狂飙，瞬间冲到了每桶$90多的高位。在那段日子里，全世界的财经媒体都在歇斯底里地贩卖一种名为能源危机的恐慌，市场上到处充斥着油价可能突破$100的断言。然而，市场的荒谬往往就在于它的极度短视与善变。短短1个多月后的此刻，油价就从那个令人窒息的高点一路下坠，回到了$70出头。各位如果在心里盘算一下，就会发现，从战争恐慌的最高点到此时，油价的跌幅已经达到了惊人的40%左右。这绝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枯燥数据。打个最通俗的广东市井比方，这就好比你眼睁睁看着自己所在深水街区的一套旧唐楼，短短几周内被一群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狂热买家爆炒，到了90万，还没等你理清头绪，1个多月后，它又在一片恐慌的抛售声中跌回了70万出头。这种过山车般剧烈的价格波动，与其说是这栋楼的砖瓦基本面发生了变化，不如说是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真相：当下的能源市场已经被非理性的情绪主导到了何等可怕的程度。在资本的牌桌上，价格上涨往往由非理性的恐慌驱动，而下跌则是因为彻底的麻痹与松懈。纵观过去50年的全球能源博弈，从1973年的石油危机到2008年的原油价格大崩盘，我们总是能看到人性在贪婪与恐惧之间来回撕扯。1973年，我正值壮年，在香港经营长江塑胶厂。每天清晨，工厂里弥漫着刺鼻的塑胶融化气味。塑胶的命脉就是石油提取物。那一年，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禁运的制裁令一出，油价在极短时间内飙升4倍，直接将全球经济拖入长达10年的滞胀泥潭。那段日子，整个香港的轻工业一片哀嚎，原料价格一日3变。许多同行在油价稍微出现回落时，就以为寒冬已过，拼命去接海外的订单。结果不出半个月，下一波涨价如海啸般袭来，交不出货，直接逼得工厂破产清算。我当时是怎么做的？我宁可停掉部分生产线，也坚决不在价格剧烈波荡、底牌未明的时候盲目扩张。因为我深知，做生意就像种树，你不能每天去刨开土看根长了没有，你也不能看着天上一块乌云散了，就立刻把手里的伞扔掉，以为雨季彻底结束了。国际油价就像是一个患有严重躁郁症的钟摆，当地缘政治的战火燃起，它被恐慌的力量狠狠推向高空，而当战局稍有缓和，它又在极度松懈的重力下加速坠落。绝大多数人只盯着钟摆晃动的轨迹欢呼雀跃，以为开车的成本眼看要降了，压在普通大众头上的通胀大山似乎也要减轻了，简直是皆大欢喜的局面。人们总是盯着钟摆的轨迹欢呼，却极少有人愿意低下头看一眼，那个支撑系统运转的底层基座是不是已经布满了致命的裂痕。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种表层的喜悦中，那就太过于天真了。那个盘旋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战争幽灵暂时飘走了，随着美国与伊朗在谈判桌下的利益交换
与妥协逐渐推进，那条每天承载全球约1/5消耗原油的咽喉要道重新恢复了往日的正常通行。船东们拿到了安全承诺，巨型邮轮们再次开启卫星信号，大大方方地满载黑金穿越海峡。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拼命向外倾销。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算，阿联酋的石油出口量已经迅速回血到了战前大约85%的水平。看到了吗？当初油价的狂飙，涨的是人性对战争未知的极度恐惧，而眼下的暴跌，跌的仅仅是恐慌情绪的消退。这正是这一轮油价过山车最朴素的逻辑。然而，作为在山海里漂泊了几十年的人，如果你看待世界的眼光仅仅停留在这个供需表象上，那随时会被卷入深渊。市场在绝大多数时候交易的并非冰冷的现实，而是人们脑海中虚妄的情绪和预期。当你以为价格的暴跌是在恩赐真相时，它往往只是掩盖了真实家底的千疮百孔。看不懂市场情绪的大起大落，你就会在最高点为极度恐慌买单，更会在最低点把虚假的平静当成永恒的避风港。在这个满屏都是油价暴跌、通胀缓解的狂欢时刻，我必须要给大家泼一盆冷水。当年我在茶馆倒茶，老掌柜教过我一句话：事出反常必有妖。当我们拨开这层令人愉悦的糖衣，把底层的数据一个个翻出来对账时，你会发现一个极其荒谬的背离现象，而这个现象正是那些沉浸在廉价能源幻梦中的人们最不愿面对的残酷现实。底牌就要掀开了，顺着刚才的脉络，我们现在必须把目光死死盯住全篇最核心也最让人脊背发凉的那个数据。就在国际油价暴跌，全世界都在欢呼石油多得用不完的当口，美国能源信息署却发布了一组被主流情绪刻意淡化的冷酷事实。美国国内的原油库存正在无声无息地滑落至1984年以来的绝对历史大底。其中，作为北美原油定价心脏的库欣地区 Cushing， 其交割枢纽的物理库存甚至一度跌破了维持管道正常运营的最低警戒线。各位，请稍微停下来，泡一杯茶，仔细想一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宏观金融的视角下，我们完全可以把一个国家的战略储备与商业石油库存看作是支撑现代工业帝国运转的超级粮仓。油价不过是每天挂在集市外面的粮食牌价，而库存则是你走进粮仓深处实打实能摸到的存粮底子。这是一个投资场上最致命却也最容易被散户混淆的盲区。价格和库存完全是两个维度的概念。很多人以为看懂了价格就看懂了生意，但价格只负责逢场作戏，库存才负责生死兜底。我给各位讲个香港市井里的真事。60年代，香港遭遇了100年不遇的超强台风温带，风眼经过时，天空突然放晴，风平浪静。许多年轻的商贩以为台风过去了，急急忙忙拆掉铺门前的防风木板，要把前几天没卖出去的货摆出来打折抛售。街坊们一看东西便宜，也纷纷跑出来抢购，一片繁荣的降价狂欢。但在茶楼里喝了几十年茶的老掌柜死死拉住伙计，不仅不准开门，反而让人把米缸往高处搬。果不其然，不到半个时辰，台风的回南风以更猛烈的姿态杀了个回马枪。那些拆了防风板的小商贩连人带货被卷入汪洋。价格是一个极度情绪化的指标，它反映的只是市场当下的短期预期，可以一日之内上蹿下跳，剧烈波动。但库存不会撒谎，它是实实在在的家底，是整个系统抵御黑天鹅事件的
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周期里，我们目睹了一个极其吊诡的背离奇观：反映情绪的油价在下调，仿佛原油已经成了没人要的廉价工业废水；而反映国家底牌的库存数据却跌到了42年来的冰点。正常逻辑下，如果粮食价格暴跌，说明供给严重过剩，那底层的粮仓应该是被塞得满满当当，甚至要溢出来才对。可眼下的残酷现实是，市场上的牌价贱如泥土，但自家米缸里的存粮却快要彻底见底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违背经济学常识的极端现象？作为长期跟踪宏观大事的人，我不得不向各位揭开背后的几股暗流。一方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压制国内失控的通胀，同时应对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大量买家和政客都在拼命抽干现有的库存来粉饰太平。美国政府此前对战略石油储备的释放，几乎是在透支未来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当油价跌落到生产商的盈亏红线附近时，那些掌握资本的能源巨头们宁愿关停赚机给股东分红，也绝不愿意做亏本买卖去大幅增产。供应的增量被死死掐断，存量又在被疯狂消耗，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度危险的真空期。好景时留伞，坏景时撑伞。眼下的市场不仅扔掉了手里的伞，连躲雨的屋顶都被他们偷偷拆去当柴烧了。表面上看，海峡的航路通了，大家觉得便宜的现货多的是，但实际上那个用来应对下一次突发危机的战略缓冲垫已经被磨得薄如蝉翼。各位可以试着推演一下，如果在库存如此空虚的当下，中东局势再次反转，或者航道再起波澜，没有了厚实的库存作为缓冲，下一轮油价的反弹可能会以何等剧烈的幅度给做空者带来巨大冲击。这正是隐藏在油价大跌背后真正值得我们所有人警惕的深渊。当前的全球能源市场就像是一个正在狂欢的庞大帝国，皇城外面的集市上，廉价的粮草堆积如山，商人和平民在载歌载舞地庆祝物价下跌。但只有掌管国库的少数老臣知道，帝国地下的皇家粮仓早已经被悄悄搬空，甚至连老鼠都饿得发慌。一旦凛冬突至，或者边关再起烽火，这座没有底仓支撑的繁华帝国，可能就会在资源短缺与恐慌中面临严峻考验。真正的巨大风险，从来不是警报长鸣时的人人恐慌，而是在所有人都以为风暴远去时，在虚假的充裕中悄悄完成的收割。在这个残酷的市场上，好消息与坏消息从来都不是你死我活的单选题，他们往往以一种极其扭曲的姿态诡异地共存着。寻常人只盯着眼前的便宜沾沾自喜，而做大生意的人永远在盯着后院那口正在干涸的井。我们要弄清楚油价为什么会以这种坠崖式的姿态跌回战前水平，就必须先复盘它当初是如何被推上云霄的。各位还记得中东战火初燃时，全球资本市场最深的恐惧是什么吗？不是哪口油井被炸，而是那条被誉为全球能源大动脉的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 （Strait of Hormuz）。每天全球大约1/5的消耗原油都要像走钢丝一样穿过这条狭长水域。在金融市场眼里，一旦战端扩大导致海峡封锁，油价就要冲上天。所以我认为，之前油价飙升到90多美元，买的很大程度上不是原油本身，而是为那份极端的断供恐慌支付的巨额溢价。这就像买保险，风平浪静时，没人愿意出高价，一旦隔壁街区着了火，保费1日之内能翻上10倍，等火灭了，保费自然又跌回去了。但这跌回去的保费，真的意味着火灾永远不会再发生吗？大家不要忘了，这看似简单的黑色液体，
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商品，它是全球大国博弈的引子。凡是能用钱轻易买到的，都是小生意。真正的大买卖，交易的筹码从来都是恐惧与权力。想想看，谁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是中国。谁又掌握着这场中东冲突的众多关键变量？是美国。油价的每一次上蹿下跳，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制造业的能源成本，更死死捏着美国通胀数据的咽喉，甚至关乎着其国内页岩油产业的生死存亡。我经常跟晚辈说，看账本不能只看明细，要看账本背后是谁在执笔。目前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每日需要吞吐超过1000万桶进口原油，而美国部分核心业原油产区的盈亏平衡线依然居高不下。这就意味着当下的$70油价是一个被多方势力暂时妥协出来的脆弱平衡点。各方都在利用能源这张牌来维持自身的战略缓冲。国际原油市场就像是一座建在活火山上的巨型赌场。大国博弈是那股在地下涌动的炽热岩浆，而普通投资者看到的只是火山口喷发出来的名为情绪的绚丽烟花。当烟花散去，火山口重归死寂时，无数赌徒以为火山已经彻底休眠，却不知脚下看不见的岩浆正在被悄悄抽干，酝酿着下一次更狂暴的坍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在那之前，香港的房地产和股市可以说是烈火烹油。我认识几个在旺角做进出口贸易的小老板，风暴刚露头时，恒生指数跌了一波，随后在几方资金的博弈下，又出现了短暂的反弹。那几个老板看着反弹的指数，以为天下太平了，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抄底机会。他们不仅把手里的流动资金全砸了进去，还去找财务公司加了高杠杆。我当时劝过其中一位，眼下水面上的平静是几艘大船在水下角力硬撑出来的，不是真的没风没浪。大船随时能撤，你这只小屁板加满筹码，一旦撤离，连人带船都要沉。他不信，觉得我老了，胆子小了。结果不到2个月，国际炒家大举做空，市场彻底崩盘。那几个老板多年的心血，在几天之内灰飞烟灭。普通人死于盲目跟风，聪明人死于自以为是的抄底。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那张看似便宜的底牌是不是庄家故意漏给你的。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我们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那场著名的袭船战曾让波斯湾的航运保险费率飙升，全球供应链因此巨震。而眼下的情形在本质上何其相似。各方势力在谈判桌下的斡旋，让那条最让人心惊胆战的水道重新恢复了往日的正常通行。妥协与利益交换暂时压住了火山口的浓烟，但这种平衡比窗户纸还要薄。任何一丝关于供应中断的风吹草动，都会在缺乏底仓对冲的市场上被成百上千倍的放大。一旦底层的那个致命隐患创下42年极值的空虚库存，不幸撞上了任何一只地缘政治的黑天鹅，比如脆弱的中东和平谈判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突然破裂，或者是咽喉海峡再次遭遇武装封锁的波折。试想一下，在一个国家级和商业级战略储备已经如此空虚的绝境下，市场一旦再次被恐慌点燃，会爆发出怎样的巨浪？到那时，失去缓冲垫的油价，其报复性反弹可能会比这次的下跌更加剧烈，更具冲击力。不要把大国的缓兵之计当成你身家性命的避风港。神仙打架中场休息的时候，凡人最该做的是离场，而不是去捡掉在地上的法宝。这也是为什么我反复告诫身边的人，别高兴得太早。眼下的便宜是建立在海峡畅通、谈判顺利这些随时可能被撕毁的脆弱前提之上的。
地缘政治的舞台上，撕毁协议往往比签订协议要快得多。你以为自己是在低价买入一项资产，实际上你可能只是在为一场你根本看不懂的牌局支付了一笔不退不换的入场费。我们将视线从宏观的大国博弈和冷冰冰的战略储备中收回来，看一看这一切究竟会如何撕扯普通人的生活。这场原油市场的极端过山车，绝不仅仅是华尔街交易屏幕上跳动的 K 线，它正以前所未有的渗透力，死死咬住我们每个人的钱袋子。我做了一辈子生意，从塑胶花到房地产，再到电讯和港口，我深知一个朴素的道理：上游打个喷嚏，下游就要得一场重感冒。为了看清这个隐秘的财富转移过程，我们不妨把这条影响链条拆解为2层，层层往下捋。第一层，也是大家感知最直接的，叫做加油站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理论上，国际原油价格既然出现了断崖式的崩塌，那么普通车主去加油，物流老板跑运输的成本理应同步大幅缩减，这是实打实的民生红利。但现实情况却充满了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滞后性。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跌得像从高楼坠落的巨石，可当我们把车开进加油站时，计价器上的数字却降得像挤牙膏一般缓慢而吝啬。大家是不是对这种涨快跌慢的现象深有体会？在行为经济学与定价理论中，这种现象被称为火箭与羽毛效应。涨价时如火箭升空般迅猛，降价时却如羽毛飘落般迟缓。商业链条里的每一道关卡，都在用你的迟钝筑起他们的利润高墙。这背后并非简单的巧合，而是原油在转化为汽油的漫长产业链中，炼油巨头、中间运输商以及终端零售环节，在利用信息差和时间差，层层截留了本该属于消费者的下跌红利。我常常去逛香港的街市，打台风的时候，菜贩子一早就把菜价翻了倍，理由是进货难。等台风过了，天气晴朗了，你再去买菜，价格依然下不来。你去问他，他就会告诉你，这是台风天进的旧货，成本高啊。普通人在这套说辞面前，往往只能无奈接受。国际能源市场的巨头们用的也是这一套菜市场的把戏，只是包装的更复杂、更冠冕堂皇罢了。第二层则是隐藏的更深、影响更深远的通胀隐患。作为现代工业体系中无可替代的黑色血液，原油的定价权几乎决定了一切商品的生死底线。从田间地头的化肥农机，到跨国巨轮的集装箱运输，再到日常消耗的用品，无一不被石油的成本死死捆绑。因此，这一轮油价回撤到战前水平，从积极的维度来看，确实让持续高企的全球通胀压力得到了一丝喘息的空间。对于那些已经在高物价和央行高利率双重挤压下苦苦支撑的普通家庭而言，这无疑是久旱逢甘霖。但是，请允许我再次扮演那个煞风景的吹哨人。便宜往往是昂贵的首付，大自然从不赠送免费的甘霖，它只是在为你准备下一场暴风雨。千万别忘了我们前面重点剖析的那个致命隐患，创下42年极值的空虚库存。如果因为底层库存被过度透支，未来面对任何微小的地缘摩擦时，油价如同压抑已久的弹簧般报复性反弹，那会怎么样？那时，这短暂缓解的通胀噩梦可能会以更加猛烈的姿态卷土重来，对普通人的购买力进行更残酷的二次收割。普通人在面对这场原油市场的剧烈波动时，就像是坐在一条漏水巨轮上的3等舱乘客。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调，不过是海面上短暂出现的风平浪静，让你误以为风暴已经彻底平息，甚至可以惬意地走到甲板上享受阳光。
却不知道船底那个名为历史最低库存的窟窿正在疯狂涌入海水。一旦远方的暗流再次袭来，这艘缺乏压舱石的巨轮将会把最底层的乘客率先吞没。在这个充满极端不确定性的周期里，眼前的廉价是一种需要时刻警惕的奢侈品。真正的财务清醒，不是在油价下跌时把便宜当成理所当然的永久状态。有人问过我，李森，你白手起家，穿越了那么多个经济周期，到底靠的是什么秘诀？我总是笑笑说，哪里有什么秘诀？我不是天才，只是一个从没有停止学习的普通人。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见过了太多人在风平浪静时随意把救生圈扔进了海里。我经历过战乱，经历过贫穷，经历过一无所有的日子。我太清楚海水有多冷，风暴有多无情。财富最容易欺骗人的地方，就是用短暂的安逸剥夺你重新站起来的准备，不偏不倚地说两句极度刺耳却能救命的公道话。在这个非黑即白、喧嚣浮躁的时代，绝大多数人都习惯了情绪化的站队，但成熟的投资者必须学会在灰度中寻找真相。我读了一辈子的中国古书，佛家讲无常，易经里说物极必反。眼下这看似皆大欢喜的太平局势，往往藏着极度的凶险。我的第一句公道话是毫不留情地泼向那些过度乐观者的冷水。别天真地以为油价跌回了战争爆发前的水平，就代表着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我们前面反复咀嚼过的那个跌至42年新低的库存数字，绝不是一个轻描淡写的注脚，它是此刻正悬在整个全球经济头顶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眼下你所享受的廉价能源，完全是建立在一个极度脆弱且缺乏防备的动态平衡之上的。这种平衡一旦遭遇外力撕扯，反弹的冲击力将是巨大的。各位，我们不妨在脑海中做一次最极限也最坏的沙盘推演。假设眼前这个库存被掏空的隐患，不幸撞上了任何一只地缘政治的黑天鹅，比如脆弱的中东和平谈判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突然破裂，或者是那条被称为咽喉的霍尔木兹海峡再次遭遇武装封锁的波折。在一个国家级和商业级战略储备已经如此空虚的绝境下，市场一旦再次被恐慌点燃，会爆发出怎样的巨浪？到那时候，失去缓冲垫的油价，其报复性反弹可能会比这次的下跌更加剧烈，更具冲击力。任何一丝关于供应中断的风吹草动，都会在缺乏底仓对冲的市场上被成百上千倍的放大。不要把沙滩上的海市蜃楼当成你可以安身立命的堡垒，潮水一来，连地基都不会剩下。在一个处处充满认知陷阱的金融黑森林里，光知道危险是不够的，你还需要一份能在极端情绪中活下来的生存指南。我把种种纷繁复杂的宏观表象收敛成最简单、最锋利的3个坐标系，毫无保留地交到各位手上。接下来，无论市场的情绪如何像狂风骤雨般呼啸，你只需要死死盯住这3样东西。盯住第一个坐标，那个最冷酷无情的数字——美国的石油库存数据。请各位把这个指标刻在脑子里，它是比每天在交易屏幕上闪烁的原油价格更深邃、更诚实的底层标示。价格会因为一篇新闻报道、一次政客的演讲而上蹿下跳，但物理世界里的油罐不会撒谎。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周或几个月里，美国的战略与商业库存继续在低位绝望的徘徊，甚至向下跌破更危险的极值，那就明确地说明，眼前这看似廉价的油价，其根基有如建在流沙之上的堡垒，
随时可能面临考验。盯紧这个数字的真实变化，远比你去猜测每天 K 线的红绿要重要10000倍。盯住第二个坐标，那个扼住全球能源咽喉的物理开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通行情况。各位，这不仅仅是一条狭窄的海上水道，它是这一轮全球油价剧烈波动的总闸门。只要那些满载黑金的巨型油轮还能在这里畅通无阻地穿梭，全球原有的物理供应大盘就能稳住，油价就有维持在低位的底气。但这道大门极其脆弱。我们回顾历史，从2伊战争到近年来的多次油轮遇袭事件，这里的任何一声枪响，任何一次封锁威胁，都会立刻化作市场极度恐慌的催化剂。一旦海峡再起任何实质性的波澜，那将是你看到油价大幅反弹的精准信号。盯住第3个坐标，那个充满企图与博弈的政治筹码。这一轮油价的上涨，其逻辑之一是人类对战争蔓延的恐慌，而当下油价的平静，则部分寄托于和平谈判。这些大国之间的斡旋与妥协，究竟是彻底解决冲突的长期方案，还是各方为了争取时间而施展的缓兵之计？这场谈判能不能真正落地生根，直接决定了目前这份廉价能源的平静期能维持多久。地缘政治的舞台上，撕毁协议往往比签订协议要快得多。钱是赚不完的，但信用与本金失去一次就可能万劫不复。永远不要让廉价的故事买断了你昂贵的理智。当我们把这3个坐标系结合在一起看时，你会发现一个令人敬畏的事实：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从一场中东沙漠里的战火，到国际油价的起伏，再到美联储加息与降息的艰难抉择，随后波及到黄金的避险光芒，美元的强势与否，直到此时此刻，我们杯中的这桶油，世界上所有的宏观财经大事，最终都像极其精密的齿轮一样，严丝合缝地咬合在同一张巨大的网上。一桶油的价格标签背后，是大国实力的地缘博弈，是全球供需底牌的残酷真相，更是我们每个人口袋里日益沉重或轻松的生活成本。这其实和我们研读中国古代典籍的智慧同源，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看底层的股价与运行规律。我有一位很敬重的老朋友查理芒格先生，他曾有一句至理名言，我想在此刻送给各位，作为我们这份观察笔记的收尾。如果你想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跟着数字走，千万不要跟着故事走。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在给你讲一个战争平息、油价大跌、通胀结束的美好童话故事，而那组冷酷的宏观数据却在无声地警告你，那个跌破1984年以来最低点的战略库存，正是藏在这份廉价礼物盒子里的重大隐患。只有看懂了数字的骨架，你才不会在群体的狂欢中轻易交出自己保命的清醒。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虚假的繁荣里失去了对深渊的敬畏之心。在这个被资本和情绪肆意揉捏的世界里，真相往往不是写在阳光下的告示牌，而是沉在水底的礁石。历史的周期总是惊人的相似，无论是大国之间的地缘博弈，还是普通人的财富起伏，往往都在人性的贪婪与恐惧中不断轮回。大多数人只随着海面的波浪欢呼或尖叫，而真正的智者却在海图上默默标记着水底礁石的轮廓，在风暴来临前悄悄转动了命运的船舵。茶壶里的水快烧干了，外头巷子里的喧闹声也渐渐歇了，这盘棋也该收官了。